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木板年画，我是广州航海学院的郭亚东。这期节目我们接着来讲年画与年节的元宵。元宵节别称上元节、天官节、春灯节、小正月、元夕，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古人称夜为宵，正月15日是一年之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称为元宵节。传统意义上的春节由除夕开始，到正月15结束。正月15是春节的尾巴，过了15才算是过了年。人们在这一天欢庆祈祷，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这也表达了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在民间素有正月15闹元宵之说。关于元宵节的由来，在前面也给大家说到，元宵也叫上元节。上元节的说法来源于道教的三元说，在民间源于先民对自然事物的敬畏与崇拜，信奉的三位神灵称为三官大帝，分别是天官、地官和水官。那这幅图当中，左侧的就是地官，中间天官，右侧是水官。三官对应三个节日：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天官对应上元节，在农历正月15。传说这一天天官会下凡间，校定人间的罪福，称为天官赐福。我左手边这幅画就是一幅天官赐福的年画。当然，这个画是作为门画的其中的一个出现。那天官赐福也有单张出现的，在后面的年画的分享中会给大家具体来解说。天官即福禄寿三星中的福星，天官喜乐，所以人们在这一天家家户户挂灯笼、放烟花，迎接天官赐福。地官对应中元节，在农历的7月15，地官赦罪。西方有一个类似的节日叫复活节，大家可能知道的还多一些。这一类的节日呢，在民间称之为鬼节。但是中元节的核心其实并不是鬼怪，而是指这个季节农作物成熟，民间按例要祭祖，用新米等祭供，向祖先报告秋成。该节还是追怀先人的一种传统节日，其文化核心是敬祖敬孝。那水官对应的是下元节，时间在农历的10月15。在这一天，水官要来到人间，教诫罪福，为人消灾，所谓水官解厄。人们的为善为恶，三官都看在眼里。这里呢，我们再分享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民间传说。相传在古代，凶禽猛兽很多，人们受到非常大的困扰，所以就组织起来去驱逐它们。那在驱逐的过程中，射死了一只因迷路落入人间的神鸟。天帝知道后十分的愤怒，传旨天兵下凡到人间放火，把人间的人畜财产通通烧掉。天帝女儿心地善良，不忍心看着百姓无辜受难，便冒着危险来到人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人们。百姓为躲过这次灾难，想到了以家家户户挂灯笼、放烟花的办法，制造一种燃烧的假象。在天兵下凡这一天，看到了人间一片红光，响声震天，
以为是燃烧的火焰，便回去向天帝汇报，人间已被大火烧尽。人们呢，也因此躲过一劫。此后，每到元宵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悬挂灯笼，放烟花来纪念这个日子。元宵节、上元节都是人们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希望能够少灾少难，神灵能够有所眷顾，赐予福气。欢庆之余，人们更渴望的是春节的美满能够延续多一点，来年的生产生活也能够尽享平安和顺遂。分享了元宵节的由来接着来看一下元宵节这一天相关的一些年俗。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关于元宵节的习俗在全国各地也不尽相同。其中拜天官、吃元宵、赏花灯、舞龙、舞狮等是元宵节几项比较重要的民间习俗。大部分地区的元宵习俗是差不多的，但各地也有自己的一些特色。人们相信天官能够给自己带来福运，自古多有在家中供奉天官的习俗。家中供奉天官神位，需要注意供奉于当天位，即能见到天的位置。广东地区传统建筑多供奉于厅前照壁，现代城市建筑少有照壁，那部分家庭呢，便将天官供奉于阳台。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阳台兼晾衣服，供奉不可离衣物太近。在家庭的祭拜中，多上供茶酒、贡品，焚香祷告即可。赏花灯是元宵最必不可少的活动。花灯即在灯笼上辅以花卉等装饰。花灯艺人们给花灯绘上花鸟及诗词，以增添花灯的观赏意味，也给尚未暖春的时节多增添些春意。古人爱看戏，所以在花灯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戏曲年画的题材。孩子们在看赏花灯之余，大人们也会给孩子讲讲年画背后的故事，无形中起到了教化的作用。花灯中有静态的花灯，也有动态的花灯，走马灯。走马灯也叫跑马灯，是传统节日的玩具之一。在灯内点上蜡烛，蜡烛产生的热力带动轮轴转动，轮轴上贴着剪纸，烛光把剪纸的影像投射在灯屏，图像便不断的走动变化，故名走马灯。部分花灯中还带有谜语，人们在赏花灯之时还能有所娱乐，把谜语写在纸条上，挂在灯笼下，或写在灯笼中，称之为猜灯谜。图中花灯有一灯谜，千条线、万条线掉到水里看不见，猜一自然现象。谜底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在这幅年画当中，就讲述了一个精彩的猜灯谜的故事。这是一幅出自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局部，在其中就有灯谜。有趣的是，画中的灯谜不只出现在灯笼中，大家看墙面、柱子，很多的地方书法其实就是灯谜。画面中间有一个女孩，手里提着一个灯笼进门，灯笼中写道：从今一去不回，打一果名。大家再猜猜看，谜底是什么？赏花灯呢，给大家分享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跟爱情有关的话题。元宵节呢，还是一个浪漫的节日。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就曾经在诗中写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句话的背景是古代未婚少女平时被要求夜晚足不出户，
只有元宵夜被破例允许可以结伴出门赏灯。在这天，青年男女通过赏花灯、猜灯谜等娱乐活动，可以相互结识，甚至共续情缘。故元宵节也被称为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之一。元宵这天，民间很多地区也会有舞龙舞狮的庆祝活动，增加节日的热闹气氛。那在元宵节这一天，要吃一种叫元宵的食物。这种食物最早叫做福元子，生意人还美其名曰元宝，寓意团团圆圆。元宵里头包的馅儿多为芝麻、白糖、豆沙、花生之类的甜味食材，寓意甜美。基于我国南北方地域的差异，元宵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做法及名称上。北方称为元宵，南方则称为汤圆。虽然说名称不一样，但里头包含的美满寓意是相通的。在北方民间，还有一种叫走百病的民俗活动，有的在15日，有的在16日。在这一天，妇女们会相约一起，或走墙边，或过桥，或者是走郊外。江苏地区呢，叫走三桥。据说每年走一次，可以青春常在，永不衰老。在经历了一个冬天的寒冷，大地刚刚回暖之际，到户外走走，换换新鲜的空气，其本意是游园踏青。先人们认为，走走能走掉疾病，使人健康长寿。这体现出先人们对于人类顺应自然变化的朴素认知。走百病的妇女们，若路过城门，还要上前摸一摸城门上的大铁钉，谓之摸钉。那钉同音于人丁的丁，摸钉也是祈求家庭人丁兴旺。还有一个习俗，大家可能就比较陌生了，这个习俗叫做拜子姑。拜子姑的习俗，男人是不让参与的。子姑在民间被奉为侧神，属家宅六神之一。那所谓家宅六神，有门神、户神、土地神、灶神、井神和侧神。那么子姑也是家宅六神中唯一的一位女性神灵。旧俗的每年元宵在厕所祭祀她，这种祭祀活动现在呢已经难以见到其踪影了。这是一幅出自天津杨柳青清代的年画，叫《庆赏元宵》。画面描绘的就是元宵节这一天，北方一户大户人家家中闹元宵的场景。闹元宵以儿童为主线，每个儿童的表情都栩栩如生，姿态也都十分生动。画面中人物有的敲锣打鼓，有的吹奏乐器。左边的媳妇儿带着高兴的孩子，孩子手举一条大鱼灯，正跃跃欲试，往热闹的人群中间走。右边的一个小孩在回廊里玩骰子灯，房间里抱娃的女人探出头瞧着。年俗文化九州同，正月15闹花灯，一个闹字体现出元宵节日里的一片喜庆祥和。下面这张出自清代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则将元宵猜灯谜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一幅年画呢，取材于小说《红楼梦》第50回“暖香乌雅日春灯谜”一节。年画中共有1男8女，举止娴雅，形态各异。整个空间陈设围绕灯谜展开，灯笼、墙面、柱体、屏风无一处没有灯谜。
我们详细看这里头的谜语写的是些什么。中部潜力女子所持黄纸上，30岁后始读书，生来半百方始学，打四书一名。那谜底呢是大学。中间的后面，老夫人身后，桌上灯笼，人打一菜名啊，很简单啊，大家猜一猜看是什么菜。再来看画面左侧，小桌上的灯笼，三人同日去观花，百友原来是一家，合伙二人相对坐，夕阳桥下一双瓜，打四字。春夏秋冬啊，大家对照看一下，是不是这么个意思？说了闹元宵、猜灯谜的年画，再回头看看人们信奉的神灵天官所对应的年画。河北武强的这一幅天官赐福就是单幅画，天官手持赐福卷轴，背后有福字衬托，周围伴有祥云、花卉、寿桃等吉祥纹样，5只蝙蝠围绕其间，象征着五福临门。蝙蝠、寿桃同时出现在年画中，意思一般就是福寿。整个画面色彩浓烈、喜庆，构图饱满，一派喜气祥和之景象。那这张画就是贴在上元节这一天。出自天津杨柳青的这幅天官赐福，在天官的左手边有一童子，一手拿着戟，戟通吉音，意为吉祥；一手提着鲤鱼，寓意年年有余。右边的一个童子抱着一个花瓶，取报平安之意。天官赐福，带着富贵平安，带着吉祥如意，带着福气而来。天官的形象还出现运用在门画中，这一对门神形象皆是天官。右边天官持长卷，写着天官赐福；左边的天官持长卷，写着吉祥如意。两个天官相对望，赐福如意。此年画在正月15贴于大门。好，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年画的一些具体的实物。那我手上有一些天官的年画，大家看一下。这一对是一对对画，刚才在我们前面的分享中也曾经出现过就是2张一样都是天官，左侧招财进宝，右侧天官赐福。2个小门画一般贴在这个比较小的房间的屋门这张画大家也经常会见到类似的，叫福字年画因为天官是赐福，所以在天官的旁边或者说天官的外轮廓上，我们经常会见到有一个大大的福字这个福字和天官相伴，基本上是一种固定的格式或者套路。只是这张我们有些时候也叫斗方，也叫福字灯这种一般贴在照壁或者是一些单门上。这张画里边除了天官福字之外，还有左右两边的2个报平童子，那这个我们也刚才说过了，是报平安的意思。下面有聚宝盆。那还有一些天官和其他的一些神像做一些组合比如说像这张，这个本来是一个财神财神像，那在财神像的下方有2个随从一样的人物，那左边呢就是一个手持天官赐福卷轴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我们也可以理解他就是天官那另外就是福禄寿，福禄寿的话就是这3个神仙有时候在福禄寿当中会多
几个娃娃形象的这个人物啊，这个刚才说过，它代表的是喜神啊，就加在一起就是福禄寿喜啊这样的一些概念。这种是单门画啊，可以贴门，也可以贴在房间里边啊，老人房间比较适合。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灯画。那么元宵嘛，闹花灯，实际这个元宵的灯画呢，能够实物留存到现在，一些老的灯画，实际已经不多了。尤其是这种形状比较特别的这种灯，那我们看它不是一个竹子或者说木头框架这种制作的，而是通过一种类似折纸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现在的一些，比如说婚庆的一些用品中还会出现就是通过一种折叠关系将它可以收起来打开就自动成型，这样一种工艺的年画。那这个也是机缘巧合碰到一个朋友手上有这么一个年画的它又是一个灯笼的实物我就把它收过来。那上面描绘的是一个戏曲故事叫浣玉马。那左侧还有记录当时的一个这个灯笼的一个产地写的是黄邑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龙口市这一带。还有一个店号。那这个灯画呢，做工还是比较好然后刻板也非常的水平非常的高，那用色也比较到位。那在看灯之余再欣赏一下灯笼上的年画，是一件非常这个享受的事情那这套灯画也是灯画，是我在3年前从藏友手上收过来的。那这套灯画它不是木板画而是一种纯手绘的灯画，是绘制在绢面上的，做工呢也比较精致，体型也很大。2个灯，总共有8扇。那描述的上面的故事呢是非常经典的24孝的故事。那这个24孝就是简单说就是24个关于孝文化的传统故事那画面呢有些个别残缺比较厉害但是都能找到它主要的这个故事内容的部分。天官赐福是先人们相信善恶有报，教人行善才是赐福所包含的行事哲理。在步入新一年的这个时间，人们更希望的是把美好延续下去。美好是同灯谜一样，需要去探索和发现的。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民俗，最终的目的实际都是在反映纲常道德和人伦教化。民俗不虚，有口传及习为；年画不假，皆满载情感和精神。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见。